有人说，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。你还给我！就不给，抓我啊！给我！否则这一生都会念念不忘。珊珊，好久没来我这里住了，想死我了。怎么了，珊珊？够了，贺北辰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最近一直冷落我？我生日你也不放在心上，就跟那个程百川，在学校里说说笑笑的。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男朋友是谁？我跟你已经解释过了，我跟程百川只是朋友，他那天来学校就是来给我送书的。贺北哲，如果咱俩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那就分手吧。江南山，你一直没有特别喜欢我，对吧？就是我死缠烂打爱上了你，你现在厌倦了，不想跟我好了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厌倦你了。好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我这次走了，就再也不会回头。好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这场分手是我苦心积虑求来的结果。贺北辰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你的未来会一路坦途，即使没有我。安盛集团董事长之子贺北征回国，被调任为总部 CEO。据说这次回国是为了商业联谊。8年了，贺北征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请进。贺北征，贺北征。分开8年，我是司叶想的爱人，没想到再次重逢，他对我却如此冷漠，这种感觉更加令人痛彻心扉。分开8年，的确没有寒暄的必要，况且我们当时分手，闹得这么不愉快。真好。他昨天晚上夜骑，下巴摔伤了。下颌骨折，需要住院手术治疗。我看你这个地方肿胀明显，现在手术可能会导致缝合难度加大，感染风险会上升。够了，贺北征！我这次走了，就再也不会回头。好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我建议住个3到7天，等消肿了再进行手术。看他们关系这么亲密，应该是男女朋友。再做手术是不是要留疤？口内伤口不会导致体表疤痕。我给你开些消炎药，再开个住院单，你回家等电话，到时候过来住院。住 VIP 病房可以，不过 VIP 病房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。8年不见，他成了集团 CEO， 也有了一段新的感情，而我也如愿成为了一名核外骨科医生，各自的生活回归正轨，再无半点交集。
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待会儿让司机送你回去。表哥，谢谢你陪我来医院。回去好好歇着，谨遵医嘱。等待住院通知。有什么事给我助理打电话。表哥，我看你的头像一片水杉林，是因为很喜欢水杉吗？你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头像，怎么没换过？我懒得换。喂，曾哥，我可把福喜阁最大的包厢留出来给你接风了啊！听说欣冉妹妹也回国了，你把她也接来，一起热闹热闹呗。她来不了了，骑车摔伤了。什么？严不严重？去医院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挂了湘大口腔科医院门诊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湘大口腔？江医生不就是湘大口腔的医生吗？那你去医院见到他了？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太阳真大呀！见了啊？挂的号就是他的。哦，好。齐总，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？我来这里等人。今天店里啊会来一位大人物。哦，什么样的大人物？竟然能让齐总亲自来接待？连我都得叫一声哥。你说是什么样的大人物？哦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操，这么抓马的场面，居然被我给撞上了。嗨，江医生，好巧啊！哎，征哥，这儿呢。我没聋，听得见。跟江医生打招呼呢。挺巧啊，江医生。贺总，幸会幸会，我是光辉律所的律师，我叫徐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贺北征。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贺总和您的朋友。江医生，您跟贺总他们认识吗？啊，我们和江医生是高中同学，今天碰到了，大家一起吃个饭。不用了，下次再约吧。贺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您有任何法律事务上面的问题，欢迎随时联系我，希望能有为您服务的机会。要不这样，今天这顿我请了。不用不用，您太客气了。没跟你客气，我是这家饭店的老板，请老同学吃饭，是你沾了江医生的光啊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哎，别跟我客气啊！来我的饭店吃饭，要是不让我请客，那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来，走吧。那个江医生，你还记得麦芽吗？当然记得，那是你外甥女吧？我之前给她动手术的时候，才4个月大。麦芽现在恢复的特别好，已经完全看不出之前是唇裂了。前2天我去我姐那儿啊，她还特别提醒你呢。都是应该做的，不必客气。麦芽的手术是江南山做的。是，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情？郑哥，不是你说不要在你面前提江南山的吗？怎么？你倒是听话。哎，郑哥，我真心觉得你这次回来和以前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记得你刚跟江南山分手那会儿，
谁提江南山的名字，你就跟谁急。可是现在呢，再见江医生，你已经心平气和了，不愧是坐上集团总裁位置的男人，宽容大度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不露声色。哎，张哥，刚才那个律师是江医生的男朋友？刚才当着他的面你不问，现在来问我？我不是跟江医生不熟吗？问这问题多冒昧。你问他前男友这个问题，你就不冒昧了？好像是有点不合适啊。你好，这瓶酒是齐总送的，祝二位用餐愉快。好，谢谢。你要来点不？不了，我不喝酒。不介意我喝点吧？您喝吧，不介意，不然也是浪费了。哎，江医生，您之前是读什么高中的呀？申城一中。哦，原来像贺总和齐总这样的贵族子弟也会读公立学校啊，我还以为他们是读贵族和国际学校呢。江医生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做律师这一行的人脉和专业都很重要，我也不希望你们误解我，说我是一个攀附权贵的一个势利小人。当然，我理解，也不会误会。我姑姑说，徐先生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张医生，我们下次约场电影。不好意思，徐先生，我并没有跟你继续发展的想法。您非常的优秀，但感情不能勉强，我对您没有那种感觉。哎，江医生，您别先拒绝呀。我说点实际的，感觉这东西太虚了，咱们都是快30的人了，也该考虑点实际的东西了吧。这花我就不收了，徐先生，我对花粉过敏。好，那行，我叫个代驾先送你回去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珊珊，我来接你了。行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我室友他会过来接我，就不麻烦徐先生您了。好，那我送送你。贺总，喝点酒就想动手动脚的？贺总，你误会了，你先松开我。他是你男朋友？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？如果是，我就把手放在你的肩上，再跟他道个歉。如果不是，我就推远点。不是，酒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喝了点酒就想动手动脚的男人，连东西都不是。对不起，贺总，我马上走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朋友来接我。是你那位最好的朋友来接你？谁来接我？应该和贺总没有关系吧？作为你的前男友，关心一下都不行吗？你也说了是前男友，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也是，你最不需要人关心。我这个前男友算什么东西啊？南山，我就说你怎么来福喜阁吃饭，原来是有情况啊。他不是你高中的校草前男友贺北征吗？妈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不会是复合了吧？我朋友来了，我先走了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安盛集团的总裁的面子可以不给，但是老同学的面子不能不给啊！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随佳，我刚回国不久，你跟江医生住一块儿吧？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跟南山一起合租的，现在是商界人物杂志社的记者。哦，这样，那江医生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呢？这个是这样的，我刚回国，想拓展一下自己的影响力，不知道夏记者
能不能帮我做一期专访？能啊！这可是响当当的安盛集团总裁，我们杂志社社长主动联系了好几次，想做他的人物专访，都吃了闭门羹。没想到今天居然主动自降身份，求我采访他。那我该怎么联系您？你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时间就行。对了，记得说是江医生的朋友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我今天可太亢奋了，我今晚呀肯定睡不着觉。我打算呀一会儿就去写采访提纲。哎，南山，你今晚你们俩怎么在福喜阁吃饭呀？我姑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，她订的餐厅。那他还挺大方的，挑了一家人均1000元以上的高档中餐厅。那他怎么没送你回来呀？我拒绝了。哦，没瞧上呀。那你跟贺北征是怎么回事？他今天主动邀请我采访他，这完全是沾了你这个前女友的光啊！我跟他老同学的面子可一文不值。我是医生，他是患者家属，就这么简单。没这么简单吧？他看你的眼神可不清白哦，就是那种明明有着爱意，却还有一点淡淡的较劲、防备。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啊，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你想多了，他有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就是我的患者。这2天我就要给他安排手术。哈，有女朋友还暗戳戳的跟你暧昧，那他这人可真有点太轻浮了，死渣男。哎，那他女朋友是哪家千金啊？我听说他这次回国就是为了联姻的，看来传闻是真的。应该是真的吧。出院之后跟我回家住。知道了，大姨。这个女医生怎么有些眼熟？你好，我是乔欣然的主治医生，我姓江。江医生你好，原来是我儿子的前女友，可真巧。江医生好。我给你安排了明天早上的第1台手术。护士跟我说过了，说实话，我有点紧张，还是我第一次做全麻手术。相信我，别紧张，可以做点别的事情，分散一下注意力。哎，江医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他手术之后多久能出院？这个得看他具体的恢复情况，一般情况下是1周左右就可以出院。喂，好，有其他病人在找我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如果有事的话，就让护士过来找我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撞到你了。你那么忙，怎么有空过来？不是说明天做手术吗？过来瞧一瞧。过来瞧？过来瞧谁啊？还能瞧谁？你刚才搂人家江医生的腰，我可是2只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突然撞过来，我就下意识扶了一下，都没看清楚是谁。快得了，这要是换做别人，别说搂人家的腰，就是撞到你怀里，你都懒得扶一把。大爷，你的意思是表哥喜欢江医生？是啊，以前是喜欢的不得了呢，现在嘛，就要问你表哥自己了。江医生啊，是你表哥的前女友哦。怪不得表哥要陪我来看门诊，我之前一直在国外，只知道表哥之前谈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，没想到居然是江医生啊！表哥，你是想重新追回江医生吗？被甩一次还不够，上赶着给人当狗皮膏药。怎么，全世界就她一个女人了？不是说做的脑部 CT 吗？说脑子没摔坏吗？你表哥呀，在江医生那摔了个跟头，还摔得挺惨的，长记性了。他呀，绝对不会重蹈覆辙的。
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冷水泼醒恋爱脑，还挺押韵的。我看你现在能说会道的，说话也不嫌疼了，干脆别做手术了，直接出院。哎呀，好啦，冉冉，别说话了，人家江医生刚叮嘱过，你要多休息。蓝莓味的酸奶，也是江南山最喜欢的口味。走了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别着急回去，请我喝杯咖啡呗。你要是聊江南山的事儿，那就算了，公司挺忙的，我先回去了。谈谈你联姻的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你直说吧。阿珍，你心里真的放下江医生了吗？我说了，你不要再问了。其实我也没想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当初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真的没看好你们俩。您料事如神。我当时想，这18、19岁的年轻人，正是荷尔蒙旺盛的时候，很容易上头。刚在一起，难免会如胶似漆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可时间一长，就应该没热情了。可没想到，你们这一谈就是2年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你分手这些年，你竟然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。第一，我跟他谈了2年不到；第二，我没有再谈，是我没时间。行啦，别死鸭子嘴硬了。我问你，你爸给你安排的孟家的千金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呀？谁爱见识见去，我没兴趣。阿珍，你为了贺家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和让步，妈不希望你连自己的婚姻都妥协。你妈我这个年纪啊，就连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生死离别我都经历了，我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？在我看来，那些金钱、权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儿子幸福就好。好端端的，别惹自己不开心。阿珍，妈妈就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和江医生能和好如初，你爸那边妈替你摆平。我和江南山分手，根本不是因为外界原因。如果有外界原因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他成为我们的阻碍。这话说的够豪气，像我儿子。那行，妈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男朋友给你买的蓝莓味酸奶。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？终于看到你笑了。还是那个味道。和贺北征分手后，我就不喝蓝莓味的酸奶了。没想到8年后再喝，会是贺北征的现任女友送给我的。哎，江医生，冉冉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手术一切顺利，待会儿护士会送她回病房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女朋友动手术，贺北征竟然没来。冉冉，我来看你了。谢谢邱小姐，坐坐坐。贺北征，你们我们是好闺蜜。你人缘的确挺广啊。你俩认识？我们是高中同学。哦。采访的事儿，抓紧哦。哦，我已经跟你助理联系好了，马上就能落地了。能让贺北征如此重视，南山可真是我的贵人啊！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江医生跟我说，过2天就能出院了。那就好。你待会儿去见江南山。帮我把这个送给他。想当初贺北征追江南山的时候，偶尔也托我给江南山送东西，可现在算怎么回事？当着现女友的面托我给前女友送酸奶。刚做完手术，少说话，别乱动。我去公司了。知道了。
贺北征跟江南山已经分手很多年了，他有个新女友很正常。江小姐，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在想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上次见你，你还是单身来着，这么快就脱单了？我没有男朋友啊？我没有男朋友。什么？贺北征不是你男朋友？我表哥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误会了，我还以为贺北征是你男朋友呢。曲小姐，你知道江医生是我表哥的前女友吧？那可太知道了。听我大姨说，当年是我表哥追的江医生，你快跟我讲讲他们怎么在一起的。又为什么分手？他们是怎么分手的，我倒是不太清楚。不过当初我可是亲眼见证你表哥是怎么追南山的。当年你表哥可是申城一中的风云人物，江南山在学校同样很耀眼，她长得漂亮，成绩常年第一。起初吧，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交集，但不知道怎么就传来江南山在追贺北征的传闻。哎，征哥，今天3班也在这上体育课，你这绯闻女友就在3班，我刚才还看见了呢。你乱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伤到你了，没事吧？接下来那段时间，贺北征就像天生宝刀，天天跟在江南山身边。后来传闻就变了，由江南山在追贺北征，变为了贺北征在追江南山。我就知道，你天天边走路边看书的，总有一天会摔跤。是不是很痛？我送你去医务室。不用，谢谢。江南山同学，上次我不小心把球踢到你的左脚上，没过多久，你左脚就扭伤了。我觉得这件事，我有必要对你负责。他这一追就是1年半，直到高考结束那天。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又边走路边看书。我帮你拿，你腿还受伤呢。贺北征发了一条动态，他追到江南山的消息轰炸整个朋友圈。从那以后，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挺好的，但不知道怎么的就分手了。这是巴不得不来，对吧？江医生，听说你有个患者住 VIP 病房，院长还亲自去看望了他，这事是真的吗？我的确有个患者住 VIP 病房，但院长有没有去看望他，我不知道。江医生的嘴向来是最严的，问了也白问。别看江医生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，在主任和院长那里嘴巴可甜了呢。薛医生，给你提个醒，嘴巴可以甜，但不能臭，要不然就白干我们这一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我嘴巴臭，不就被评为副主任医师了吗？还耍起威风来了。是啊，美女，请你喝咖啡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对了，我来找你之前啊，先去看了一个住院的朋友，你猜猜他是谁？别卖关子了，我猜不着。你的患者乔欣然。你认识他？前几年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认识的。你再猜猜看，我在病房里面还看见了谁？贺北辰。就是他。你不知道，我在病房里面看见他的时候，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面瞪出来了。有画面感了。你知道贺北征跟乔欣冉是什么关系吗？我在病房里面看见他的时候，还以为他是冉冉的男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他让我把这个带给你。你误会他们了，他们俩之间啊不是情侣，是表兄妹。还以为他们是男女朋友，是我误会了。你跟贺北征现在是什么情况呀？没什么情况。没什么情况？他还让我给你带酸奶，他是不是想跟你复合？想什么呢？我们都分开这么多年了，各自的生活都已经回归正轨了。
早就没有感情了。你当年为什么分手？不合适。就知道是这样的答案。只要江南山不想说，谁都别想撬开他的嘴。自从你和小贺分手后啊，就再也没有谈过对象了。你跟姑姑说实话，你心里是不是对他还放不下？所以每次相亲都看不上那些人。姑姑，不是的，我跟他都分手7、8年了。那小程呢？我之前听你说他是在投行工作的，蛮有实力的。他老家也是江城的，又是初中同学，也算是知根知底。就是不知道他有女朋友没？你和他……姑姑，我跟百川真的只是朋友，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哎，那我给你做饭吃去。我要吃小酥肉。好。凯子和余双让我带回来1包喜糖，说一定让你沾沾喜气。一会儿我给你送去。晚上来蓝轩酒吧，我跟崔家他们约在那里，到时候请你喝一杯。好，晚上见。冉冉说想来酒吧跟我们一起玩，你跟他说。不可以，你乖乖在医院待着，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平华在和江南山聊天，在跟穗佳姐聊天，她和南山姐在酒吧。问问在哪个酒吧。手机给我。哦。在哪家酒吧？蓝轩。走了。怪不得表哥问我江医生一般什么时候来病房，还敢在这个时间点来看我，其实就是想见到江医生，明明心里就没放下，这还那么硬干嘛？喂，郑哥，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请你喝酒，来不来？来啊，去哪儿？蓝轩酒吧。等我。嗨，南山，蓝心姐，好久不见了。今天想喝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谢谢蓝心姐。来俩帅哥，你们感不感兴趣？真的？在哪儿？来，还我一个，赶来。靠，怎么是他们呀？你们认识啊？何止是认识。行，那你们先玩，我去忙了。好。森哥，怎么就咱俩呀？也太不热闹了。还有这酒吧，太安静了，跟清吧一样。哼。太巧了吧！哎，哎，真哥，他俩也在。苗穗家和江南山，挺巧。哎，我去把他们俩请过来喝一杯。啊？哎，好巧啊！你们也在这喝酒呢？哦，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吉祥物啊！什么吉祥物？是5大瑞兽之一。我说苗穗家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这性子是一点没变。变什么变呀？都说3岁看小，7岁看老，这话你没听说过？好了，咱们一起过去喝一杯，咱们老同学见面啊，叙叙旧。江医生，你别觉得尴尬，是真哥让我来邀请你们过去的。先是送酸奶，再是邀请我们喝酒，这不就是暗戳戳的试探吗？我觉得没什么，你要是觉得尴尬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回来。这不对了，今天我请客。真哥，
人我请过来了，来，换一个，庆祝一下重逢啊！这时间过得真快，上次我们4个一块喝酒，还是10年前呢。苗子佳，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你表白来着。哼，也就是你看着真哥跟南山谈恋爱，甜甜蜜蜜的，你也想谈恋爱，就拉着我一起。得亏是没答应跟你谈，不然我的千古芳名啊都被你给毁了。哎，过分了啊！我赔一个。我才不跟你赔。南山，跟你们朋友在喝酒啊？啊，我跟C家出来坐坐，正好碰到了2位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？东西我替人送到了，那你们就好好叙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来都来了，一起喝一杯。对，整哥说的对，来都来了，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啊！你和江医生是朋友啊？是的。我介绍一下吧，程百川，我的初中同学兼大学校友，也是我的老乡。麒麟，贺北征，苗穗佳，你认识的？是我的高中同桌。征哥，这位和你和江医生是大学时候的校友，你怎么没跟我提过？我很闲吗？你们几个怎么把氛围弄这么冷清？来吃喜糖，沾沾喜气。吃谁的喜糖啊？初中同学的，他们在江城。你初中是江城的？我是江城人，15岁来这边的。哦，难怪你的微信昵称叫一颗南方水沙，原来你是南方人啊！是因为父母的工作原因才来到申城？不是的，南山他姑姑是申城人。哦，我父母去世之后，江城那边就没什么亲人了，我姑姑就把我带到这儿来。我读的是申城一中。哎呀，真扫兴啊！怪我这嘴，我自罚一杯。没关系的，都已经过去了。行，那你们先玩，我就先忙去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吧！对，这游戏虽然老土，但越老土越经典。就玩这个，来。哎，征哥，你点数最小，真心话还是喝酒啊？真心话。嘿嘿，那我得抽一张尺度大一点的。哎，上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哎，征哥，你可不能赖账啊，不能换喝酒了。8年前4月21号。8年前的4月21号是他生日的前一天，也是我们分手的前一天。8年前，那不是你和江……哎，继续啊！真的，给我个机会，我要自爆一下。瞧我这嘴，又说错话了。不过真哥好像心里并没有放下江医生。我喝酒吧。我替你喝。这就这么烈，你能喝吗？这么积极，玩游戏前也没说能替别人喝酒。那我抽牌吧。算了，就玩到这儿。你不抽我抽。江医生还挺有游戏精神的。和前任是什么原因分手的？和平分手。江医生还真是重新定义了和平。我去趟洗手间。
过来跟你说句话。什么话？当年你甩我甩得特别嚣张，或许是吧。不过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所以以前的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是。那你呢？以前那些事情对你还有意义吗？思佳，我还能再喝8杯。江医生，你让真哥顺道把你俩送回去吧，他和司机都在呢。不用了。先走了。哎，真哥，给我回来！这次玩得很开心，下次有空去福喜阁吃饭，我做多啊。来，真哥，真哥，你是不是还喜欢江南山？连你们上次接吻的时间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江医生现在应该还单身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再追呗。其实我还想问他，都8年了，怎么还没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？只是还没问出口，他就把我推开了。真哥，你这次带我来蓝薰酒吧，是因为江医生也在这儿吧？话怎么这么多？不好意思，说要请你喝酒的，没想到遇到了他们，还让你玩了这么无聊的游戏。跟我说什么抱歉不抱歉的，我既交了朋友又玩了游戏，一点也不觉得无聊啊。是误伤你了。当年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，恰巧咱们2个一起去了江城。但当关系开始离散的时候，给他解释没什么用。江大山，他回来了，又出现在你面前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他是安盛集团的 CEO， 回国要商业联姻，你知道吧？有所耳闻，安盛最近打算收购一家车企，我们团队也在争取。我跟他早就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了，而且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，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时间不可逆，疯狂的18、19岁就一次。到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走了。和平分手是指情侣双方在冷静理性的状态下，通过协商的方式共同决定结束恋爱关系。核心特征是无激烈冲突。什么时候把我叫回来的？我记得8年前分手那晚后，他就把我拉黑了。江医生，前女友，现在知道什么是和平分手了吧？喝醉了吧？珊珊，我好难受。喝点醒酒茶会舒服点。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，多难受啊！都听你的，那你可爱不爱我？都分手了，你管我喝的多不多？他到底醉没醉？醒来后是否还会记得那些醉话？小江，院长，刚说到你就来了。贺董，这位就是新染的主治医生小江，这位是安盛集团的贺董。贺董，你好。这么年轻就做了副主任医师啊，真是年轻有为啊。您过誉了。江医生过谦了，你来之前
院长刚刚还在我面前夸你。江医生，以后我可以叫你南山姐吗？当然可以，虽然已经出院了，但还没有彻底康复，要记得来复查哦。好。江医生，冉冉的爸妈呀，让我替他们转达对您的谢意。这都是我应尽的职责，不用谢。院长也来了，小贺总也来了。江医生，这花送你。医院明文规定，医护人员不得收礼。贺总的心意我收下了，这花儿我就不要了。一束花也算礼，花不能收，卡片总可以吧？咱们走。贺总，我送送你。这里是医院，你干什么？慌什么？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。要是让院长和你家里人发现，咱俩都不在，该怎么解释？你这话说的，像咱俩在偷情。贺北征，放心，我妈会解释的。那天我喝醉了，给你打了视频电话，都说什么？什么也没说。哼，小骗子！你每次说谎的时候，总会先沉默几秒，然后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喝断片了，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吧？你就说你很难受，谁让你喝这么多酒，活该。那你为什么接我电话？我睡着了，根本没有看清楚打来的人是谁，伸手就接了。这些年里，哎，小贺怎么没来？江医生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，这不好多年没见面了吗？两个人呀单独叙叙旧，就没跟上来。哎呀，这么巧，原来是老同学呀！是啊，院长您就送到这儿，您去忙工作吧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好啊。江医生是你儿子之前的女朋友，是很优秀、很有实力的孩子。我看阿珍啊，心里还是有江医生的。这小江啊，优秀归优秀，可阿珍迟早是要接手整个集团的。他跟小江啊不合适。阿珍先是你儿子，再是集团的继承人，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你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吧，你少插手。这阿珍不是还没见过孟家千金吗？等这俩孩子见了面再说吧。没有什么事比我儿子的幸福更重要。要是阿珍不愿意，谁都别想勉强他。你少拿那个门当户对来说事儿。哼，你是。恭喜你，江医生。拔牙倒是不疼，就是有些麻。过几天就好了。我填报的志愿就是深大的口腔医学专业，我想成为一名口腔医生。好啊，等你做江医生的时候，我要做第一个恭喜你的人。哼。8年过去了，我终于收到了这句迟来的恭喜，可惜早已物是人非。给，今天去采访贺总啊，他让我给你带的香薰。别说，贺总追你啊，可真花了心思的，清新木质香，这香跟你很搭啊，闻起来就像你一样。我觉得贺总对你啊，肯定余情未了。我觉得你们俩破镜重圆也挺好的。你们俩都不是先低头的性子，当初分手啊，的确可惜。其实贺北征一直都是那个先低头的人，他那么桀骜张扬的一个人，却总是不耐其烦地哄我，甚至甘之如饴。这前面还有5桌在排队，我估计要等一等。那就等着吧。好巧啊，江医生。
好巧啊，江医生。这人是谁啊？一个讨厌的同事。既然都碰上了，那就一块吃饭吧。我未婚夫要了个大包厢，才有空位呢。不用了，我们正准备换一家店。这家海鲜餐厅是申城最好吃的一家。别客气，他未婚夫请客。哼。海鲜好吃，戏更好看，走吧。好，那就去瞧一瞧，走。真哥，我们在一家海鲜餐厅遇到了江南山和一个男的，就是上次在酒吧要替江医生喝酒的那个。告诉你哥，准备给他的前女友准备份子钱吧。啊，这话怎么说？约今天这个包间的人呢，他的未婚妻是个医生，今天就是请他未婚妻的同事吃饭。真哥，快行动起来，再晚就要随份子了。快快快！快坐。你孟叔叔的女儿下个月回国，等她回来了，你们一起见个面。不去。你今年都28了，该考虑婚姻大事了。我不考虑。你现在被正式调令总部 CEO， 正式管理了公司，以后做什么事都要顾全大局。别，这公司是您的，我就一打工人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这样子的话，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啊？你还是别交给我。您身子骨硬朗，再干20-30年不成问题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这样比你哥就差远了。贺远山，你讲话注意点。你要看不上我，那好说，把我开了呗。这位置谁爱坐谁坐。是。阿哲，你爸在气头上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其实我也看出来了，你爸他撞你枪口上了。我看出来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你有见过江医生吗？没。我现在就去。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自有办法。你今天聚餐，带着程百川去的？你身边都是我的眼线。江南山，到底是曾家扒你？你连我到底是不是喝醉了都不知道。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有喝断片过吗？贺北征有喝醉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喝断片过。所以那晚他给我打视频的时候说过的所有话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既然都记得，为什么那天在医院装作喝断片了？炸一炸你，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，我装喝醉你就真只字不提了，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。我不就应该当做你什么都没说吗？不该。都要联姻了，少跟前女友纠缠不清，分手了就应该断干净。我不陪你玩什么藕断丝连的游戏。你从哪听到的小道消息说我要联姻了？江南山，我问你，我是那种随随便便硬塞给我什么人，我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好好过日子的人吗？以前不会，现在说不准。现在不可能是，以后更不可能是。你上去吧。所以你今天来找我，就只是为了告诉我你没有喝断片？你今天去聚餐，为什么带程百川？我没有带程百川，我跟同事聚餐，在餐厅恰好碰到了，同事叫着一块去的。你倒是经常聚餐，也是好朋友嘛，一起吃个饭很正常。贺北征，吃醋也要有个限度，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吃醋？对，我是吃醋。原来我这个前男友也有吃醋的资格。我都说了些什么？看他闹别扭的样子，我一下子被他带入了跟他恋爱的时候。
真是多说多错。我回去了。刚才忘记跟你说了，那晚在酒吧，你问我以前对我来说还有意义吗？我觉得有意义。以前的贺北征能量又坦荡，追我的时候毫不隐藏心意，如今却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向我靠近，只是横挡在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现实问题。8年前我就被逼到绝境，只能选择跟他分手。现在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迈开这一步。来，看，怎么了？又在江医生那里吃瘪了？就你聪明，祝你早日绝顶。嗨，一哥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还用猜吗？能影响他程序的，除了江医生还有谁？还不是我说，你干脆也别藏着掖着了，把你的心思和江医生说。人家江医生又不会读心术，怎么知道你的心思？他知道。哎，我觉得征哥，你就不应该来这个酒吧，你应该去蓝轩，那里有人能给江医生通风报信，他就知道你为他深夜买醉。你不能这么颓废啊，征哥，你应该去追他，去求他复合啊！我怎么知道欧斯皮赖脸求来的？是不是他真心想要的？分开那么久，他也需要时间来重新衡量我在他心里到底还有多少分量。贺总你好，我是君盛资本的陈百川，这个是我同事何俊。坐。贺总，知道您时间宝贵，那我就直入正题了。卓海是一家拥有近100年历史的汽车电子巨头，通过并购卓海，能够极大程度上获取管理和欧洲高端客户资源，缩短技术追赶周期。很可惜，你们君盛资本实力不是最强的，这次恐怕没机会了。云哲，好好招待二位，程总跟我颇有渊源，千万别失礼。好的，贺总。老大，咱们不再争取一下吗？这个案子我们熬夜加班了那么久，现在就这样被 pass 掉了。先回去吧。哎，刚贺总不是说跟你有交情吗？私下交情不深，换个负责人或许还有转机。这个案子我们跟了这么久，现在换负责人，不就相当于把我们到手的蛋糕拱手让人了吗？可至少你们能分到蛋糕，不能让你们跟着我白忙这么久。喂，七月姐。喂，江医生，这周6是麦芽的生日宴，我要给她办一场生日会，你有时间过来参加吗？阿姨，你一定要陪我过生日呀！感谢邀请，不过我不确定周6有没有时间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过去给麦芽庆生。好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要参加麦芽的生日宴，我送你过去。把这个披上。车里开了空调。这披肩是你试的，还有香水味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这披肩是我妈妈的，她昨天落我车上了，现在能干了吗？谢谢。猜，嘿，
郑哥，你们俩复合了？不枉你深夜买醉啊！江医生还是太心软了。什么深夜买醉啊？江医生，阿珍，你们来啦！七月姐，麦芽，还记不记得阿姨？记得。生日快乐！这里面是一些绘本，一点小心意。哇，我们麦芽最喜欢听故事绘本了，是不是啊？麦芽，是。快说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不用谢。江医生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，也得给您说声抱歉。之前是我爱女心切，不该质疑你的医术。什么意思？当初麦芽的主治医生是周医生，结果周主任在手术的前一天滑倒摔伤了，手术就交给了江医生。我看江医生太年轻了，我就……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。而且你最后不还是相信我吗？他被破格提拔为主任医师，证明他有这个实力，有什么好质疑的？你们俩真没复合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对，朋友。那你们先帮我看会儿麦芽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好。麦芽真乖。麦芽，我们来读绘本好不好？好。往那边去，别离我那么近。行啊。嘿，有。离远我看不见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哎，你们啊，真像一家三口。好玩。哼。嗨，碰一个。你跟贺总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那你跟他不熟吗？不熟，齐月姐邀请我过来的。不熟的话，他怎么坐你旁边，还说说笑笑的？你为什么不去问贺北征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能保持点距离呢？你为什么不让他离我远点？升华医疗的千金是我的闺蜜，她下月就要回来了，专门来找贺总，双方父母商定，门当户对，挺好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江医生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。好。你对他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。你最好一字一句给我复述清楚。我就是看他眼生，想跟他交个朋友，顺嘴说了一句升华医疗的千金是我的闺蜜。我就说是谁在造我谣，说我要联姻，原来是你。我告诉你，他今天要是不理我，这笔账全算你头上。对不起，贺总，我真的没说什么，我现在去给他道歉。别在他眼皮底下晃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是。我先下楼了。你跟我保持距离。今天是麦芽的生日，我不想沦为话题中心。江南山，我那天晚上在你家楼下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我有联姻的想法，我不会招惹你。别人三言两语你就不理我，我冤不冤？贺北征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那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陪你玩什么藕断丝连的游戏，而且我们已经分开这么久，没那么容易跨越。你自己也说过，你永远不会回头。气头上的话你也信？那晚去蓝轩酒吧之前，我是信的。我不跟前任做朋友，也做不成什么朋友，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捋清楚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明确的答案无非就是两种，要么重归于好，要么形同陌路。
麦芽生日快开始了，走吧。啊，这就是贺北征带过来的女人，怎么没见过？他又不是圈内人，没见过很正常。长得倒是挺漂亮的。哼，就一副穷酸相。刚来时穿的那身白裙子，看起来真的很廉价，还没我家阿姨穿的好。贺总，堂堂一个集团总裁，这么舍不得给这女人花钱吗？花花公子的游戏罢了，我猜呀，是没尝过清贫美女这一款的，尝个鲜。这么能说会道，要不要给你俩拿个话筒？贺总，两位怎么不继续说呀？让大家听听花花公子和清贫美女的故事。贺总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气，我们没有恶意的，就是嘴碎了点儿。治疗嘴碎的办法就是把牙打碎。你快帮我们向贺总求求情，我们向你道歉。你这种人，当着别人的面阿谀奉承，背地里编排别人，真恶心。今天要不是麦芽的生日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俩这副嘴脸。对不起啊，贺总，对不起。走。这次总不能赖我了吧？但要不是一起进来的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或许他们就不会编排我。你这么在意他们的看法？不会，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圈子，这是事实。那谁跟你一个圈子？程百川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宴会要开始了。哎，江医生，你帮我劝一下随家呗。我爸妈天天催我相亲，我想让随家假扮我女朋友，你是知道的。味道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？我嘴巴处怎么有点痒？怎么了？痒？你给他喝什么了？柠檬茶。怎么了？里面有芒果。走，去医院。郑哥，怎么回事？我有点慌啊。没事，我就是有点芒果过敏。再说不严重。没事的，这次真没那么严重。严不严重，医生说了算。安全起见，最好不要打扰我开车。你一着急，开车就特别的快，我害怕。我这次真没那么严重，不用去医院，去药房开点过敏药就好。我看看。我真没事。那也得去医院。你忘了上次过敏有多严重，差点都呼吸不上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起以前的事了。我还以为你不会记得以前的事情。我又没失忆。没失忆也没见你联系我。你怎么了？难受？这些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这些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真对不起。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当年，我不应该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跟你提分手，更不应该在你生日那天提。如果选择和平的方式分手，或许会对你的伤害少一些。少不了一点。当年我狠下心来快刀斩乱麻，结果也如我所愿，却也狠狠地伤害了他。可是我不怪你，我知道我这个人跟狗皮膏药一样，你想和平分手，根本不可能。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过狗皮膏药，但我能感觉得到，你当时已经厌倦我了。当年程百川只是条导火线，我对他的冷落才是导致分手的关键。我是恨过你，恨你当时怎么会突然不爱我了，但我也很庆幸你早点跟我提了分手，至少我们在分手的时候，你还没怎么厌倦我。23号江南山，请到1号诊室就诊。走吧。
到我们了。幸好及时发现，又吃了过敏药，耽误的不久，不用再打针。贺总，君盛资本的人打电话过来，他们说海参那个案子换了一个负责人，想跟您约个时间见一面，再谈一谈收案的事情。不去，不去。你要有事儿就先去忙，我可以打车回去。我送你回去。江南山，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说过要养一只什么品种的狗吗？拉布拉多犬。前些年我在国外，挺想养一条狗。那你养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发现我不是想养狗，是想和你一起养。你之前为什么说这些年过得不好？因为被你甩了呗。跟你开个玩笑，还当真了？其实我这些年在国外，也不算过得不好，就是挺忙的。那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我还行，身边有家人朋友陪伴，学业顺利，也如愿考上了山大口腔医院，工作也还算是得心应手。总之就是安静平稳的生活吧。你上去吧，我要回去了。贺北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紧张，也谢谢你还记得以前的一切。江南山，进一步再退一步，打一巴掌再给个枣，你算是把我玩明白了是吧？还养吗？不养了。珊珊，江南山，我想知道，我现在在你心里到底还有多少分量？你上去吧。我回去了。江南山，别再后退了，不然我会以为我进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死缠烂打。分手的时候你说厌倦我了，我们分开那么久了，我真的很没底。曾经的贺北真光芒耀眼，自信又张扬，而如今的他却患得患失，是我让他失去了自信吗？你最近怎么都不忙了？中午还有时间来陪我吃饭？之前在忙的那个项目一直停滞不前的，所以我们这群人呢，自然也就跟着闲下来了。啊，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安盛集团的项目吗？对，就是安盛那个项目。我记得薛雅宁的老公是程百川的下属，上次在海鲜店还一起吃饭来着。他们在和贺北征谈合作。你不是说这个案子十拿九稳的吗？哎呀，去之前呢，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的。可是见到贺总之后，他连我们的方案看都没看一眼，就直接把我们 pass 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老大和贺总之间好像有什么过节吧？哎，我看这个案子八成是要黄喽。什么过节啊？总不能是你们老大抢了贺总的女人吧？贺北征，
在。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饭。可以，下班后我去医院接你。好。贺总，来得正好，晚上的局帮我推了。今晚的应酬，贺董也在。有他在就行了，我有更重要的事，推了，你自己跟着办。是贺总。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了？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不会是散伙饭吧？不是。那就行。你最近公司很忙吗？还行。怎么？怨我这几天没有联系你？没有。但我怨你了。不过我也习惯了。咱俩谈恋爱那会儿，只要一吵架，你就得跟我冷战好几天。你能忍着好几天不给我这个男朋友发消息，更别说现在是我这个前男友了。你这是在给我翻旧账？我哪儿敢？其实也不是旧账，我就乐意哄着你，不想让你低头。江南山，现在思想觉悟挺高啊。我不让你后退，你就迈开步子向前了。你有没有怀疑过我脚踏两只船？没有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那你为什么会这么介意程百川？因为我在你那个地方从来都不是不可取代的，也因为有时候他比我更了解你，更因为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说不会因为我而选择放弃他的。我们两个都是非常有分寸的人，一直保持着普通朋友该有的分寸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而且我没有对他有半点别的心思。其实你可以完全不用在意程百川。别跟我提他，影响胃口。再帮我加块肉吧。贺北正，我有个事想问你，你是不是 pass 掉了程百川他们公司的收购案？这就是你约我吃饭的目的？我也是想跟你一起吃饭的。江南山，你可真行，分开这么久没见，第一次约我吃饭，就是为了程百川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不想你意气用事，我不想你因为我的原因，就否定掉别人团队几个月辛苦工作的成果。程百川跟你说什么了？是他的方案无懈可击，还是说我意气用事，故意否定掉他的方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是我听我们公司同事的未婚夫说的。他跟程百川是同事，我听他说，他们团队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个项目，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熬了很久。我不想你因为介意程百川，让别人的努力付之东流。你上来就说我意气用事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已经看上了其他家的金融机构？那你是故意 pass 掉他们方案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看不惯程百川，我就是看他不爽。没错，我就是看不惯程百川，我就看他不爽。他们的方案也不是不可取代，我有其他选择。我差点忘了，你是安盛集团的总裁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有权有势的人就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拿捏否定别人，让别人丢掉工作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你姑姑是公司的财务，目前公司正在裁员。你姑父正在竞选高级工程师。您是在威胁我？这些你都可以告诉阿正。当你的姑姑和姑父没有工作的时候，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，他就会知道离开了贺家，他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。您不可以这么说他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和阿正分手，
我相信你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你倒是挺关心他的。我有说让他丢掉工作吗？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。江南山，抬头。哭什么，江南山？你非要气死我吗？你还委屈上了？该委屈的人是我。我等了你这么多天的消息，我推掉了应酬跟你见面，就是让你来跟我说程百川的事情。要不是你公报私仇，我犯不着跟你计较。没有这回事儿。你是不是不会与我见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干嘛去？我需要降个火。尝下我的。不要。对了，河北哲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说说看，只要不是程百川的事情，我应该都能答应。你能不能放下个人恩怨，从客观的角度去考虑一下程百川他们公司提供的方案？如果这个方案确实不够过硬，那的确应该被 pass 掉。但如果这个方案是最好的，能不能给他们一次跟你合作的机会？因为我不喜欢不公平，我更不喜欢你是那个用权势压倒公平的人。好。真的。我也不喜欢不公平，但你刚刚惹我生气了，得说两句好听的哄哄我，我才能答应。你不是已经不生气了吗？我哪里不生气？就一个冰激凌，我哪有那么好哄？其实贺北征真的挺好哄的。以前他生气的时候，只要我捧住他的脸亲亲他，他顿时就没脾气了。至于好听的话，我以前也跟他说过不少，只是这些话现在都不太适合跟他说。你慢慢想，我等你想好。你跟8年前一样帅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听的？夸你帅还不够好听的。我知道你已经不生气了，而且我相信无论程百川他们公司有没有拿到这个项目，你都没有公报私仇。江南山，你还真是进退有度，拿捏到位了。你刚才为什么哭？还不是因为你刚刚发脾气太凶了，吓到我了。来，我看看你嘴里是不是有一辆火车？你才满嘴跑火车呢。这黑锅我可不背。我之前生气哪次朝你发过？我今天说话是冲了点，但还不至于让你落泪。你泪腺本来就不发达，能让你落泪的都不是一般的事儿。只是想起了一些以前发生的不好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已经都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了。解决了吗？走吧。约一下君盛资本的人，让他们明天下午3点来谈卓海涉国案的事。好的。告诉他们，原本的负责人是谁，就是谁。明白。哎，老大，你说贺总怎么又突然约我们谈起这个案子啊？之前我还以为这个案子要黄了呢。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你最近去过医院见过未婚妻吗？去过啊，最近中午不是很忙，我会去医院陪她吃个午饭。见过江医生了？在食堂的时候见到过一次。怎么了，老大？没事儿，
就随便问问。贺总，我们筹备了很久，也非常有信心，希望您能看看。可以。非常谢谢您能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，我们公司很有信心，能够和其他公司公平竞争。林哲，你亲自送程总他们下去。贺总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您说一下。贺总，江医生找过你，他来找我，我需要跟你报备。我和江医生是朋友，我希望能看到他幸福，也知道他和你在一起是幸福的。我用得着你来告诉我？我听过你回国以后要联姻的事情，也猜到这并不是你的本意，是家里人的安排。可江南山他并没有像你一样的家庭和背景，如果你们要复合的话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呀。程总，我提醒你，你最好有点边界感。我和江南山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只敢跟他做朋友。江南山，这次多谢你。我刚离开安盛集团，知道是你去整过贺北征。你生日有什么安排？麒麟想邀请你去避暑山庄玩，他不知道你对芒果过敏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想借这个机会跟你道个歉。笨蛋，答案就只有一种，我也只接受一种，我们就该纠缠到底，一辈子再也不分开。哇，这里也太漂亮了吧！只有我们4个人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毅哥和他的女朋友。嗨，嗨，江医生应该是见过的，有过几面之缘。嗨，你们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阿软，叫我苗穗佳。江南山，可以叫我南山。你们的故事我听说过不少呀。原来你们现在已经复合了呀，恭喜啊！贺北征的衣服和鞋子更新换代的速度都很快，有的只穿过一次就不再穿了。按照他大少爷的习惯，这鞋早该丢进垃圾桶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还留着。你们这双鞋应该是8、9年前的新品，经典又不过时的款式。我们只是朋友。哦，是我误会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麒麟，这里这么大，你带我们逛逛呗。差点忘了，那我们一起出去走走。你不是说不跟前男友做朋友吗？我这么说好解释。这鞋你还留着呢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什么时候这么省吃俭用，一双鞋穿这么久都不丢？跟你是情侣款，舍不得扔，那你为什么还留着？我留着穿啊，这双鞋好几万呢，我才舍不得扔。借着给江医生过生日的机会，我多说2句。江医生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芒果过敏，感谢你给我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没事，真的不用放在心上。我还要感谢你邀请大家来为我庆生呢。哎，这你倒不用谢，我也不敢邀功。不能邀功？难道在这里给我庆生是贺北征的主意？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碰一个啊！祝江医生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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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别墅里有一架钢琴哎。你们谁会弹琴啊？给我家南山来一首生日快乐歌呗。我记得郑哥的钢琴弹的就不错，比不上钢琴大师，勉强弹弹也可以。
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朋友。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南山。哦，此首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《Interstellar》，我跟贺北征都特别喜欢这部电影。当时我还买了《星际穿越》的黑胶唱片送给他，后来他还去学了这首钢琴曲，专门弹给我听。真哥，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！这首钢琴曲这么好听，叫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 Interstellar， 星际穿越的主题曲。哦，这首曲子可不简单哦，是有特别的意义。江南山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跟贺北征的风格出奇的一致？是因为我们穿一样的鞋子吗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是一个服装设计师。我说的风格啊，是你们身上的那种随性的冷感氛围，就是能把日常的穿搭穿出来淡而有味的高级感。你真会夸人。其实你本人可能不觉得，但在我这种专业的人看来，你们身上渗透进了彼此的审美，混在一起才形成了你们的风格。你们俩的眼神都快拉丝了，我们都能瞧出来。你是不是在担心你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？这是我考虑的因素之一。长久的未知本身就是一种隔阂，我单靠回忆是没有办法回到那段亲密关系的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和贺北征之间有一种陌生感。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，我是岑家的私生女，秦时义也是他们家独子，唯一的继承人。秦家人看不上我，觉得我是一个私生女，配不上秦时义。但是那又怎样？秦时义他还是爱我爱得要命，他为了我能跟他们全家对抗，那我就敢嫁给他，当他的秦太太。谢谢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刚好准备你的生日宴会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啊。我知道，今天谢谢你帮我过生日。今晚很开心，认识岑软也很开心。那送你回去吧。我的鞋呢？别找了，我抱你回去。你要不让我抱你的话，那你就光着脚走回去。像你这种有洁癖的人，一路光着脚走回去，脚肯定脏了。快走！
你衣服都被我弄湿了。没事，待会儿换一件就行。看什么呢？你眼神都快把我扒光了。你怎么纹身了？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，要看看吗？想看就自己解开看。我不想看。去洗澡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看这个蛋糕，老是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对哎呀，你听我就应该这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18岁生日的时候，贺北真就在我身边。如今28岁了，他还在我身边。即便我们分开好多年，28岁的我比18岁的我更理智，18岁的我比28岁的我更勇敢。那就祝愿我再勇敢一些，冲破桎梏，奔向爱的人。生日快乐，梦想成真。谢谢，谢谢。喝酒吧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来来，我还要这个。珊珊，再喝醉了。我开心，我还要再喝。来干杯！哎，南山的酒量不好，现在一杯已经醉了。行了，别喝了啊。是先喝醉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散了。行，南山，我送你回房间。哎，别管他，有真哥在，没事的。哎，那你先帮我照顾好南山。来，走吧。走。我们先走了啊。哎。江南山，怎么还喝醉了？我礼物在兜里还没给你呢。你是贺北真？贺北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吐？是真开心才喝成这样的？贺北真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厉害？哪方面啊？董事长比总裁谁会干？那你是想让我不这么厉害，还是更厉害？我想让你最厉害。什么时候成慕强的人了？好，你想让我成为最强的，那我就能成为最强的。江同学，你刚才许的什么愿望？我要贺北真。你说什么？贺北真。晚安。醒了？其他人呢？岑软和她老公应该还在房间睡觉，剩下2个人出去吸氧气去了。不难受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断片。昨晚你拽着我说
让我帮你实现生日愿望。不可能。还不信？那你说说，我都许了什么愿？还没套出来你就睡着了？就知道他是故意逗我的。伸手。这是什么？你的生日礼物，这只属于你的生肖。真可爱，谢谢你。这个也是送你的。我收了这个木雕小狗，这个我就不收了。你先打开看看，再决定要不要。一块拼图，好好收着，千万别弄丢了。等你想好了之后，再还给我。谢谢你为我庆生，我过得很开心。时间不早了，快走吧。什么时候请我吃饭？怎么突然又要我请他吃饭了？上次你请我吃烤鱼，目的不纯，得再请一顿。行，那我有时间联系你。百川，你能拿到安盛集团董事长的私人联系方式吗？贺总，您今晚有场应酬，定在晚上8点。什么局？什么局？上次您推掉那场应酬，贺董一个人去赴的宴，说面子上过不去，又硬请我们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贺云山这个老东西，就爱骗我来他想要的相亲局。阿征啊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孟叔叔和舒月都等你好一会儿了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也刚刚到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孟叔叔的女儿孟舒月。舒月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过的犬子。你好。你好。听说阿征已经接管了集团，真是年轻有为啊。舒月也很优秀啊，他在国外和朋友创立了服装品牌。虽然啊，我不了解这个牌子，但我太太知道这个牌子，她还常常在我面前夸起舒月。这是相亲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女朋友了。啊？我有女朋友了，但还没告诉家里。闹出这个笑话，我自罚3杯。来，这一杯给孟小姐赔罪。这一杯给孟叔赔罪。啊，这一杯给我爸赔罪。来来来啊，我们也喝一个啊！来。好烦，好无趣，好想江南山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听说你女朋友是个医生。上次我闺蜜去参加齐月姐女儿的生日宴，说她还挺好看的。我女朋友确实好看，不过女朋友没有资格评价。我还听说她家世背景挺普通的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你们不会在一起，不然你也不会来参加这次饭局。那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被骗过来的，我压根就不知道坐在里面的人是你和你爸。你没打算和他分手？没错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等你。别，趁早换目标。
我和我女朋友不会分手。恐怕你爸那关会很难过吧？那就不需要你费心了。贺北生，你孟叔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一定在发火。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太不争气了。不知道往哪放，那就别放。您都把我骗来相亲了，还要脸？我没有中途离开，还自罚了3杯，已经是给足您和孟叔面子了。你谈什么恋爱呀？你趁早给我分了！以前我不管你，现在你接管了公司，未来还要做集团的掌权人，婚姻大事啊，由不得你做主。您说这话之前有没有想过，不是我求着，是您上赶着让我接受。贺北征，以为除了你，我贺家就没有人接手公司了吗？那你把我二哥从国外叫回来呀！不是，哼！我今天去相亲了，被我爸骗过去的。江南山，如果我去相亲，你会不开心吗？分情况。怎么个分法？像前几天这种情况，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去相亲的。但如果你是知情的，我会什么？会后退吧。珊珊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不会去相亲的。我是真的想，如果当时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没有放那些狠话，没有说那些伤你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了？你今晚喝酒了，对吧？喝的不多，就是有点急，头有点晕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。算你有点良心，明天晚上我去接你。啊？其实贺北征不知道，跟他分手的那个暑假，我跨越了大半个世界去见他。我的朋友说你拒绝他了。我心里只有我的女朋友。什么？你有女朋友？是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你看，她好漂亮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很般配。谢谢。我再次见到他，已经从失恋中走出来了，能跟不同的人打成一片，可以很好的融入新的环境，这才是他该有的生活。我为他感到高兴。只是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在往后的人生中，我不会再遇到贺北征。这个千年隼飞船是我跟江南山一起拼了将近2周才拼好的。我跟江南山已经缺席了彼此8年的时光，人一生又能有几个8年？我1分1秒都不想再等了。喂，我想见你，已经在你家楼下，我上去找你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这些年你有想过我吗？想过。还在意我吗？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？你说在意？在意。别推开我，我不像你了。他怎么大半夜突然跑到这儿来，还突然强吻我？刚才应该算是强吻。我做噩梦了，被吓醒了。做什么噩梦了？我梦见你去国外找我了，你看见我转身就走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，眼睁睁看着你跟别的男人走了。没事的，梦都是反的。就是。我们之前一起拼了好久的积木摔碎了。摔碎了，还能再拼回来？陪我一起。如果你想的话，我们一起。
就这么复合了？南山，热搜你看了吗？贺北征他居然真的去见那位联姻对象了，这件事你可要跟他问清楚，可不要重蹈覆辙了。这事我知道，贺北征跟我说了，他是被他爸骗过去相亲的。热搜已经被删掉了，贺北征的动作还挺快啊。今晚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喂，我临时要去纽约出差1周。哦，好。这顿饭欠着，等我回来。真想问问他，还记不记得凌晨跑过来强吻我的事儿？他不会又假装喝断片了吧？我昨天凌晨回家，一直没睡着，想着那些胡编乱造的新闻，我已经叫人撤下来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传到你那里去。如果你知道事情的原因，我就不跟你解释了。等我回来。一路平安，等你回来。请进。孟书月，就是热搜里网传的贺北征的联姻对象，他来干什么？终于见到你本人了，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原来贺北征喜欢的是你这款。你是来看病的吗？你不要赶我走嘛！你的号都约满了，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约到的。如果你想约我，大可以在我的下班时间，现在是我的上班时间。如果你不看病，请你出去，我的时间要留给病人。瞧你这么气定神闲，看来你很相信你和贺北征之间的感情。网上现在都传我跟他之间好事将近，只不过被贺北征压下去了。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？我瞧着你对我也没有敌意，无非是想拿我来逗逗乐子。站在局外看热闹，不是挺好？你除了会医术，难道还会读心术？才跟你讲了这么2句，我心里怎么想的你都清清楚楚。你跟贺北征蛐蛐我呀？行了，快走吧，我要叫下一位。果然还是聪明的女人更有魅力。贺北征已经出差1周了，也不知道他回没回来。回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，凌晨5点下的飞机。那你怎么没先回家？小仙来见你。可是我要上班去了，不然就要迟到了。送你。又跟我装不熟，还不跟我说话。司机在呢。我太困了，自己开车不安全。他是怎么做到把司机当空气的？扭头是什么意思？那天凌晨说想我，在意我，还答应我要拼回摔碎的飞船，都不作数了。作数，作数，别说了。等你下班，我来接你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里不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吗？我还以为你把它卖了。为什么要卖？这里承载了我们那么多回忆，我哪舍得卖它？开门还是以前的密码，你要是忘了的话，进门后看我怎么收拾你。8月2号是我和贺北征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当然没忘。还是跟8年前一样的陈设。贺北征，我们这算是复合了吗？都气成那样了，在你这里还不算复合啊？那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睡觉的程度吗？睡不了，我来亲戚了。珊珊，你现在越来越坏了。你才越来越坏。你说来听听。你那天凌晨跑来找我，亲我之前和亲我之后都没有说复合，紧接着就出差了，一连几天没有消息。你就是想告我心态。
我那不是给你时间缓冲吗？嘴都亲肿了，意思还不够明显。你那天除了薄荷味，还有酒气，深夜凌晨喝酒，不清醒，冲动。我找你那天是9月几号？8月2号。来找你是冲动，复合不是。从8月2号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正式复合了。8年前，我所有的念想都灰飞烟灭。8年后，他一步步靠近，让我在挣扎和痛苦中慢慢积攒起勇气。哪怕知道前路有障碍，这一次我也要紧紧握住他的手。你怎么躺在我床上？这是咱俩的床，你可以霸占我的人，但不能霸占咱俩的床。贺北征的词典里好像就没有循序渐进，分开了8年，怎么像只分开了8天？我想你了，很想你。今晚我想抱着你睡，可以吗？我想看看你身上纹了什么。你自己解开看。贺北征，你是笨蛋吗？都分手了，为什么还要纹水山？怎么还哭了呢？笨蛋！是，我是大笨蛋，不哭了。拼图可以看吗？现在还不行，指不定哪天我收拾东西就找到了。那你找吧。跟你分手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蓝莓味的酸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怕想起你啊。之前欣冉在医院的时候，也给过我1盒，我当时还以为她是你女朋友。千年隼飞船真帅，恭喜真哥！珊珊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生日礼物。你不是送我生日礼物了吗？还有一个，我找找。找到了。这条项链本来是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的，但我知道那时候你肯定不会收，现在正是时候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是莫比乌斯环，无限循环，永恒不变，起点是你，终点也是你，我们之间就有解不开的缘分。帮我戴上吧。谢谢你，阿詹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分开这么多年，我却好像从来没失去过你。我的愿望实现了。生日愿望是我。我的荣幸。我去给你做早餐。好。喂，小江，我是你贺伯父，最近有时间吗？坐下来聊一聊。好的，伯父，我也有话想跟你聊一聊。那明天晚上8点，问山茶室。好。该来的总是要来的，但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妥协。喂，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，姑姑说让我去她那儿一趟。哦，知道了。今晚我要加班，替我向姑父问好。
伯父，您知道吧？我跟阿珍已经复合了。就是因为知道了，才约你见面。那您这次约我见面，还是想让我们分开吗？您这次的筹码是什么？还是打算故技重施吗？但这次我不会妥协了。无论您以什么样的方式威胁和压迫，我都不会和他分手。因为我受够了自己的懦弱和委曲求全，我的爱情我做主。8年的分离，我依然爱阿珍，阿珍也依然爱我。足够的爱，给了我足够的勇气和动力，一往无前。小江，暂且不说我手中握的什么筹码，恋爱跟婚姻就天差地别。你想想看，从见识人脉，从身世背景来看，你跟阿珍合适吗？您是想说门不当户不对，是吧？但是我认为任何观念都应该与时俱进。以前看你身上那一股子聪明劲儿啊，没想到你还挺伶牙俐齿。不过有些东西啊，是注定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你得认清现实。伯父，原本我想着，若是您同意我们在一起，那我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。阿珍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，若是让她知道真相，你们的父子关系势必会决裂。您不想失去儿子吧？如果您能够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可以跟阿珍说，之前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心理疾病，没有办法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。但若是您执意要我们分开，那我只能告诉阿珍。还有，我的姑姑已经退休了，姑父也在职业生涯的末期，恐怕他们都无法成为您威胁我的牵绊。我是没有靠山，但若是您步步紧逼，那我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有阿珍了。8年前，阿珍是无法与您抗争，但是现在，无法抗争的人，恐怕是您了。宝宝，我加完班了，你还在姑姑家，我来接你。您可以考虑一下，如果您同意我跟阿生在一起，可以在1周之内打我的电话。如果我在1周之后没有接到您的电话，那我也只能告诉他事情。是。不用来接我了，我现在就回家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突然很想你。才分开1天，就想到这么委屈了。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情，我发现你真的好爱我。8年前，贺北征被我伤害的那么深，换做别人早就避之不及，也只有他这个大笨蛋还在主动的向我靠近。如果不是他的主动，我们比赛就真的结束了。谢谢你，这么爱我。你才知道。今天去跟姑姑说我俩的事了。看来明天得跟姑姑说一下。所以今天对我这么热情，是因为跟姑姑复盘了一下咱俩的感情？算是吧。算是吧？咱们一向严谨的江医生，怎么会说算是？是我自己复盘的。我想到了我们重逢之后的所有事情。那晚在蓝轩酒吧，对吧？哪有那么多偶遇？包括上次医院门诊，也是我打着陪乔欣冉看病的旗号，不然你以为我这么闲抢助理的活？所以你从一回国开始就打定主意要让我们重归于好。是。我还以为你在国外早就把我给忘了，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。我从来没忘过你，因为我不可能像爱你那样爱上别人。既然如此，
我为什么要开启一段新的感情？这辈子也只够爱一个人。原来我并不是得到了命运的眷顾，而是我爱的人爱我爱的坚定。如果我是幸运者，那幸运的应该是我爱上了贺北辰。亲我了吗？就走？我走了。今晚下班后我去接你，我们去外面吃饭。喂，姑姑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我跟贺北征复合了。上次那个项目真是感谢你。啊，珊珊，我来帮你拿。对了，我来这里碰到你的老乡。你们聊什么了？我过来看望一位住院的亲戚，正好碰到贺总。随便聊聊。吃了你们同学送的喜糖，还真沾到喜气了。祝贺你们复合。谢谢。对了，我和珊珊一会儿去吃饭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我还得回公司一趟，有工作要处理。百川，那你先忙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方案我回头看。幼稚。怎么，自己的老婆还不能亲了？能亲，自己的老婆当然能亲。那你是我老婆，我是你谁？老公这两个字是烫嘴吗？老公。你俩除了聊咱俩复合的事儿，还聊什么了？我问问他，我送的茶叶好不好喝？你还送他茶叶了？那是不是说明你还挺欣赏他的？没有，我送他绿茶是暗讽他是绿茶男。他这个人工作能力是挺强，也挺聪明的。你不会觉得我嫉妒小心眼吧？没有，我在醋缸里泡了太多年了，刚被你捞上来，这还泛着酸呢。不过你也别为难，等我和他熟了，就能称兄道弟了。称兄道弟就算了，甲乙方的关系挺好的，你别为难自己。不为难，我都想好了，等咱俩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叫他来喝喜酒。他都快奔30的人了，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我得让他多吃几块喜糖，沾沾咱们的喜气。你俩是同龄人，你把自己也骂了。那不一样，我是有老婆的男人，他是没老婆的老男人。回家。我送你。研讨会2、3天就结束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真的不用我送你？车已经到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。到了给我发个信息。好。妈，我和南山复合了。可以呀，你瞧你这样，就差秀泽刻到脑门上了。妈，不瞒您说，我就一直认定我的老婆只能是她，这有什么好竖大拇指的？我是给我自己竖的，我生了你这个大情种的儿子，我真的是太厉害了。爸，你也别天天给我安排乱七八糟的相亲了，也别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，这样我们还能父慈子孝。这一幕堪称是世纪大和解，应该拍下来，载入咱们家的家史中。哪有那么夸张？甩脸归甩脸，我还认他是我爸，不然也不会待在总裁办给他打工。儿子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啊？当爸爸的人好歹表个态啊！整天端着个架子，累不累？
喂，小江，你和阿征的事儿，我不会再介入，也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我会的，谢谢叔叔。回申城就给贺北征补过他的20岁生日，8年前没送出去的礼物，也该送到他手上了。你等一下，我有个惊喜给你。什么事这么神秘？不许睁眼。好了吗？不许偷看哦。生日快乐！你再给我补过20岁那个生日。8年前没有参加你的生日，我一直都觉得很抱歉，所以今天给你补过这个生日，希望你能忘记那晚的不愉快。好。我的愿望是，我希望以后每一个生日都有你陪在我身边。我会用声帮你实现愿望。等一下，闭上眼睛。好了，睁眼。啊，这是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我听说你外婆是江城的木雕手艺人，这是你跟她学的吗？你亲手做的啊？其实贺北征，给你挑生日礼物真的挺难的，关键是你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我想着送你点有心意的。辛苦了，谢谢你的礼物。这木雕是你8年前做的？只是可惜当时没能给你。你让我心里现在有点乱。8年前的那个时候，我们不是已经……那你当时为什么还这么努力给我准备这个礼物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当年我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我得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，没有办法处理好一段亲密的感情，伤害了你。其实你很好，我从来都没有厌倦过你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后来在心理医生的干预下，我的病好了，可那时你已经转学去了国外。我想跟你道歉，但是当时我以为你有了新的女朋友。你去国外了？你什么时候去的？就在我们分手的那个暑假，我到的时候看到你给另外一个女孩看手机照片，你们聊得很开心。南山，我是给她看你的照片，对不起，我当时没能发现。其实不怪你，是我的错，而且当时我不确定我的心理疾病到底能不能好，会不会复发，所以我打消了跟你复合的念头。对不起阿哲，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，我们还有很长远的未来。对不起，在你提分手的时候，我不应该质疑你不爱我的。我们都忘记那些不愉快，好吗？我们来吃蛋糕吧。南山说，当初跟我分手，是因为心理出现了问题，听着很合理，但仔细想却破绽百出。他跟我说了谎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个善意的谎，是为了我好。8年前被他冷落的那一个月，不是他对我没了爱意，而是他蓄谋要跟我分手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那么为难？为难到蓄谋跟我分手，费心编造出心理疾病，又是为什么？掩盖什么样的事实呢？
贺总，君盛资本人已经到了，请他进来。好。贺总，之前否定你们团队方案的事，给你道歉。贺总，您不用道歉，您有权决定谁做您的乙方。南山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等我俩结婚，一定请你喝喜酒。好。哎，贺总，有些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和您提一下。什么事？南山之前问过我能不能拿到安盛集团董事长，也就是您父亲私人联系方式。8年前你去找过南山，你真去找过南山？你拿什么威胁他跟我分手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坐下来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我拿什么坐下？哎，你的南山姑姑父的工作威胁他，欺负个小女孩，有这么下流的手段，你不觉得卑鄙吗？你冷静下来再说。我他妈怎么冷静？你知道我跟南山分开了多久吗？8年，让你少活8年，你愿意吗？我上辈子是杀人还是放火，才生你这么个爹？贺云山，你知道这8年我在国外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一边恨着南山，一边恨我自己忘不了他，但见他身边有别人，我每时每刻备受煎熬。南山比我更惨，他最无辜，最委屈，被你逼着跟我分手，还被我误会这么多年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凭什么恨他？最该恨的就是你这个罪魁祸首！这次呢？你又拿什么威胁他了？是你让他编了心理疾病的理由，来掩盖分手的真相吗？你最好一字一句的给我说清楚，不然的话，我也让我自己丢工作。在我得知你和小江复合后，我去找过他，不是我威胁他，是他威胁我隐瞒当时事实的真相为条件，要我不在，反对你们。再说，编心理疾病也是他自己的主意。小江说，他想和过去一笔勾销，我也同意了。以后再也不掺和你们的事情了。明明他最是无辜，最受委屈，却为了跟我有一个长远的未来，做出那么多努力。贺云山，你还是我爸吗？南山之所以将一切一笔勾销，是因为他最重亲情，他不想看我们两个关系决裂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因为你带给我和南山的伤害，尤其是南山的伤害，永远无法抹平。这是怎么了？你问他吧。阿哲，你怎么了？我好想南山，我好想抱抱他。你去见过南山了？我从来没见过阿珍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你不是已经同意他们交往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见南山？那是以前的事了。之前是什么时候？8年前。8年前？难道阿珍和小江分手是你一手促成的？将来集团要交到他的手上，与他家世身家匹配的姑娘那么多，
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认准了小江了。嘿，贺远山，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，我真的帮不了你，我也不想帮你了。你也看明白了，阿珍和小江感情有多深，你儿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看他这次还怎么原谅你。哎，贺北真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对不起，我让你承受太多了。你知道了？我知道贺远山就搅和你，也知道他用你姑姑威胁你跟我分手，也知道你根本就没有心理疾病。你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为了维护我跟他的父子关系，也让我始终相信你是爱我的，更怕我知道真相后会自责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猜到你是蓄意跟我分手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直到今天下午，君盛资本的人来找我谈项目，程百川跟我说，你要了贺远山的电话。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好好的，所以你不要自责。贺北真，他哭了。我们错过的那8年，一定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补偿给我们。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经历过的最大的坎坷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跟你一起面对。骗了你是我不对，我保证以后对你绝对坦诚，好不好？我也对你绝对坦诚。真没想到我们贺总还是个小哭包呢，鼻子都哭红了。你说是不是只有我能把你搞哭了？这束花叫做无尽夏，送给你。它的花语是相聚，无论分开多久，相互思念的人总会重新聚到一起。这就是你说的那块拼图。对，这是我梦中的婚礼，在梦里我们结婚了。那你还真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是啊。这整张拼图由1000块组成，这是最后一块。南山，你愿意帮我把它拼上去，实现我这个梦吗？